昨天下了一整晚的雨，然后我今天早上起来就脖子这儿非常疼，右腿非常疼，然后手臂这个地方也非常疼。我想说不会吧，我已经风湿了。你好，0837。好，谢谢。刚刚把我要退货的包裹给寄出来了，小哥上门取的。今天中午打算来做一个土豆烧排骨，先来给排骨去个腥，放一点点油，油热了之后关小火，放一点冰糖，下冰糖炒糖色。炒到糖差不多都化了之后，就把排骨倒进去。下2颗八角，再来一点点干辣椒，一点点生抽。其实应该就是加一点点老抽会更上色的，因为我家里没有，所以我就准备加一点点那个豆瓣酱就好了。理论上其实再加一点点蚝油会更好吃，但是因为我家里也没有，所以就暂时这样吧。炒到差不多是这个颜色就可以了。哇，我现在闻着都觉得好香啊！然后加开水，这个量就是没过食材的量就差不多了。盖煮40分钟。时间到了之后再倒入土豆，然后再差不多煮个15分钟。OK 啦，炖了1个小时的排骨。主食就吃1个玉米。今天的午饭，吃饭喽！今天搭配的饮料是茉莉花茶，觉得因为今天的排骨可能比较重口，然后用这个茉莉花茶来中和解腻一下。现在尝一个土豆。土豆炖的好软糯呀。排骨，哇，入口即化，太好吃了。好好吃啊。可能唯一稍微有一点点失败的地方就是大火收汁的时候，我没想到那个火力那么猛，把汁有点收得太没了。不过没关系，下次做的时候就有经验了。又到了每周1次的烫螨虫时间，我先把它烫了，烫了之后用扫地机器人过一遍那个地毯，就会非常非常干净。开始清扫。今天午餐准备来做一个凉拌黄瓜牛肉，因为现在天气比较热嘛，所以就想做一点清爽的菜。先来把这个肉腌一下，一点点生抽，再来一点玉米淀粉，然后给它抓匀。现在来准备一下黄瓜。黄瓜给它切成条就可以了，这也是我在小红书上刷到的菜谱嘛。然后我看它这个菜谱里面黄瓜是没有削皮的，我估计就是可以增加一些多层次的口感吧。这个黄瓜因为其实不会再入锅煮了，所以要用那个熟食的菜板和熟食的刀来切哦。
开了之后，把牛肉放进去烫一下，应该烫个20-30秒就可以了，烫熟就行了。调一个酱汁，生抽、醋，还是这个辣椒粉、青椒和红椒、蒜末。如果是想要追求口感的极致的话，可以用那个油热了之后泼进去。把刚刚调好的料汁放在锅里，稍微的煮一下，让它断断生，然后就可以把刚刚的这个酱汁浇上去啦。最后再来一点点葱花，一点点香菜，完成了。今天来喝一个这个薏米水。吃饭啦！第一次尝试这个薏米水，还蛮好喝的，清新的味道。呜呼呼。清凉解暑。我真的觉得我这个酱汁是无敌，我自己的标准里边啊，万能酱汁，嘎嘣脆。哇，别说，还挺辣。你这跟谁呀？谈谁？我刚刚出去了一趟，回来了，还是去了我常去的那几个老地方。先去这个 BA 买了一个，还是那个玫瑰乳酪贝果，这个真的太好吃了，无法拒绝。然后这次还尝试了一个他们家的新品，这个是新出的一个抹茶，就长这样的抹茶的面包，看着还不错，我等会儿就要来试一下。中间有奶油。然后呢，还是去了我们的老朋友面包谷，买了一个无花果扭棍王冠奶酪，这个也是绝好吃，这个真的是我单方面宣布是我在面包谷吃过的我觉得最好吃的面包。还买了一个恰巴塔，这个恰巴塔我准备下周找一个时间可以来做一个那个滑蛋牛肉芝士三明治，我迫不及待的就想开始吃了。锵锵，还是这个熟悉的贝果，但是我上次不是说我觉得一次吃一个有点腻嘛，所以我今天把它切一半。OK， 切一半刚刚好。然后我准备再来切1/3个这个抹茶面包尝一下。锵锵，先来吃这个乳酪贝果。好吃，好吃，好吃，还是熟悉的味道。再尝一下这个，这个里面是奶油，外面是抹茶粉，然后这个面包体是比较有嚼劲的那种面包体。这个抹茶好像是50%的抹茶。苦抹来的，喜欢苦抹的人应该会超爱，但如果不太喜欢吃苦抹的人，吃起来可能会有一点点苦。不过好在它搭配了奶油嘛，所以整体吃起来是很 balance 的。谁能来懂一下此时此刻现在面包脑袋的快乐？这两个让我选的话，我还是会选玫瑰乳酪贝果。如果第一次尝试这家店的面包的话，无条件冲
玫瑰乳酪贝果，太好吃了，尖叫！今天晚餐准备简单来吃一个凉拌空心菜加一个水焖荷包蛋，因为今天下午的时候我在一边剪视频一边又炫了这么大一碗西瓜，所以现在还有点撑，晚餐就简单来吃一点。水焖荷包蛋的做法也超级简单。简单的晚餐，今天这顿饭属实也是相当清淡了。正宗的这个水蒸荷包蛋里面这个汤底其实可以放一点紫菜的，那因为我不喜欢吃紫菜，所以我就没放。我调的这个酱汁真的百吃不腻。我思来想去，还是觉得今天下午吃的那2个甜品的热量好像有点高，所以我决定去上一节舞蹈课，稍微给消耗消耗。Hello， 朋友们，我下班到家了，准备来吃一个我之前买的面包。今天中午就跟我的同事们一起去吃了一顿火锅，我吃的超级饱，我一直到下午都完全不觉得饿，所以我今天的晚餐就不打算吃正餐了，就吃一个我之前买的面包，然后我昨天偷吃了半个，今天吃剩下的半个。我昨天是常温吃的，然后今天把它小小加热了一下。你看它夹心里面应该是开心果，这个是什么黑金开心果碎的那个面包。这个面包的味道蛮奇妙的点是，它虽然是开心果，但是它是咸的，它居然是咸口，蛮神奇的。话说我今天这个妆，我觉得我画的还挺满意的。这个妆是我昨天晚上刷到了那个江姐的视频，我放在这里。哇，江姐真的太厉害了，不得不说，她为什么能成为顶流，真的是有原因的。而为什么她厉害，就是因为她教你化妆，她不仅仅会教你怎么化，而且她会把那个化妆背后的逻辑都跟你讲清楚。比如说哪些地方明，哪些地方暗，它那个光影的变化是怎么样的，它怎么跟你的这个骨相和你的骨骼来进行搭配，还有包括就是色彩的搭配，它怎么跟你的肤色来匹配，这些它都会教你，就是太牛了。包括腮红啊、眼影啊，然后眉毛都是按照江姐的步骤画的，真的非常推荐这个宝藏博主。哎，好可惜啊！我的蝴蝶兰在坚持了1个月左右之后，还是蔫掉了。天气太热了，这2天基本上都40多度，也是辛苦它了。
中午实在是吃太饱了，准备来喝一个益生元，促进一下消化。这种翠绿色的颜色就莫名让人很安心，不知道为什么，是绿色代表健康吗？因为准备来做一下手工。我为什么今天没有一回家就换居家服的原因，是因为我等会儿差不多1个小时之后还要出去一趟，所以这中间这1个小时的时间就有一点点尴尬，就这种碎片化的时间，我不知道要干嘛。然后呢，我就准备来做一下手工。我之前比较很常穿的一条裙子，现在呢，因为我不是减肥嘛，减肥了之后我的腰就比我刚买这条裙子的时候细了非常多，所以我现在就准备来自己把这个腰给它收一下。其实我已经收过一次了，但是因为我好像在距离我上一次收之后，我又瘦了一点点，所以现在也不太合身了，所以我现在要重新来试一下。我家有针线盒哦，我就独居久了，家里真的是应有尽有，一个剪刀啊、尺子啊什么的，然后底下还有针，各种尺寸的针，还有各种颜色的线，一个非常齐全的工具。OK， 我们开始。大功告成啦！这样就是把腰稍微收进去了一点，变小了一点点。然后正面看的话，也基本上 OK， 看不太出来。然后我走的全部是暗线，就是所以说其实是看不到线头的。完成。